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前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前子好，大家好。好，来看看伊朗发动第86波攻击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精准打击是面对哪一些目标呢？包括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设施，打击的范围包括美军在科威特的基地，还有在沙特阿拉伯的基地，还有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等地哦。你看到包括空中的设施啊、无人机的系统都在打击目标之列，甚至它进一步公布它打击80美军设施的卫星图。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好几个地方被圈起来，这些地方啊，都是美军相关设施哦，也是伊朗锁定的打击目标。有哪些地方？后勤的支援中心，以及燃料储存的设施，还有机库哦，这些都是很要命的，就是它要补给美军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些资源都被打击了。那另外呢，全世界国际社会比较瞩目的是这一张图，大家来看看，是E3的预警机。美国的空中之眼，结果被打烂，你看断成2截哦。所以你看到呢，包括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哦，已经明明白白看起来，伊朗有削弱美军掌握波斯湾局势以及维持战场状态的能力。因为这个空中之眼啊，空中预警机非常重要，而且呢，它的数量有限。你很难说，打掉一架，我立刻补充来，所以呢，这是一个警讯，对美国来说。那另外呢，还有这一幕，透过画面，请导播让我们看一看，这是 F-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在低空进行机炮扫射的时候呢，疑似遭到小型防空飞弹的攻击，爆炸就发生在这个飞机的旁边，幸好这个飞机没有被打中还是持续的飞行。可是你就知道这个战事有多么的紧张。而另外呢，伊朗呢也说，如果美军你的航空母舰林肯号来到我这里在我的射程之内啊，我就会射导弹来打你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美国已经派出了第3艘的航空母舰，所以伊朗也在呛瞎了。可是可能有观众朋友要问了，不是说双方要来谈判吗？双方在巴基斯坦要谈判吗？可是现在看起来扑朔迷离双方有没有进入谈判阶段不明朗。那川普到底要不要动这个地面部队呢？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伊朗官媒说，美以轰炸赫姆兹海峡附近的港市，已经有一些人死亡了。那另外呢，川普他要的就是石油，要的就是资源。他接受《金融时报》的专访的时候呢，他有说，首战就是要夺取石油，并且尽可能拿下伊朗的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那另外，我们看到地面部队的部分，不断的紧锣密鼓在调这些特战队调这些陆战队的人来我们看到数百名特种部队的人员抵达了中东，驻地美军已经超过5万人。所以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战争呢？现在选项就在川普的手上。而我们来看看有一个 sign 有一个钢管舞娘，她在美国本土，可是她发现最近好多阿兵哥来消费她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来听听看。So I work at a strip club next to several military bases, and something I have noticed lately is all the military guys are coming in and they're spending all of their money, and they're just it's sad. They're kind of depressed, and they're just coming in oh yeah, we're gonna have fun. We're getting, what is it called? Deployed? A lot of them are really kind, and to see these young guys that look like my pinky toe, they're like fetuses coming in and then dancing with them and then being bye, and then it's actually making me emotional. It's up. 所以这有没有可能是大军要调动的一个前兆因为他就在这些美军基地的这个附近就好多美国大兵来这边玩乐，感觉上好像是有一些征召的任务，所以要先 have fun， 有一些玩乐之后就要衔命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一般老百姓的揣测啦来请教亮哥怎么看？这揣测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就是生死任务所以就把钱都花掉嘛，及时行乐。及时行乐，是不是有可能阿兵哥拿到这个被征召的一个指令，所以赶快去花钱？这也不是征召啦，他们本来是远征军啊，任务或者是
我不知道是轻骑兵啊，或者82空降师，总之都是突击任务的啦。我觉得川普进行地面作战确实是势在必行。势在必行。对，因为他找不到一个转折点嘛。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战争的叙事啊。你现在僵住了嘛，你炸不到人家的地洞啊，那个地下导弹城市无法摧毁，地堡。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我已经赢了，我要离开啊。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新的战争叙事。那这个战争叙事一定是打地面战争嘛？可是会不会真的是哈格岛？不一定。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故意的，有可能是故意的，声东击西，假装说我要去夺岛，其实并不是。可能是直接打赫姆兹海峡。因为他的任务应该是打开赫姆兹海峡嘛。对呀。你夺哈克岛是不让伊朗有钱赚，这个正当性不是很足啦。那打开赫姆兹海峡，这个理由比较足啊。可是，一样都是非常困难的任务了。因为他如果要打赫姆兹海峡，大概就是打那个北端那个长形的那个岛，叫葛斯姆岛。那个距离伊朗的那个海军啊，革命卫队海军在阿巴斯港嘛，只有3公里。这么近啊？对，更近。只有3公里。哈格岛是距离24公里。所以你几乎可以想象，伊朗的海军已经对着你打。是。而且这个格斯姆岛上面本来就有驻军，所以一定是激烈的地面作战啊。我觉得美军打赢的机会还是高啦，还是高。不，因为美国的特种部队真的很强啊。是。可是你守得住吗？就你守在你在那边长期驻守，等于是挨闷棍嘛。对，他可以偷袭你啊。太容易了。对。而且啊，你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油轮敢进来。是。因为伊朗还是有很多招可以让油轮会害怕，不敢进来，所以就会陷入另外一种僵局，就是说你这个地面部队要不要撤？你可能可以占领了，那占领之后你要长期驻守嘛？长期驻守恐怕就要一直增援部队哦。那甚至有人估计要增援到2万到5万之间，所以到时候这位舞娘的生意又更好了。可是你看他讲的意思，好像就觉得这些人要上战场很可怜。不，因为这个是一个突击任务，是很容易伤亡的啦。是啊，而且他在杜拜吧，他们在海湾国家当然知道哪里危险嘛。这个女生是在美国本土哦，所以美国本土也会调人过去。OK， 对，美国本土。他82空降师就本土过去了，对对，他只要18个小时就到了，所以据了解，美国所要调动的部队可能比预期要多了，因为本来那个从日本过去那个31远征军，大概只有2200个嘛，2500左右，对不对？现在可能是到处都在调人，可能会累积到将近8000。人数不小了，那这个当然是关键性的战役了，大概最后决战，一般预计今天是30号嘛，30号对，一般预计是4月1号，愚人节，开打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太开玩笑了吧，愚人节，本来要访问中国，时间到了吧？因为31远征军大概月底就会到。他已经到了。他从 Okinawa 过来嘛。对，你到了总不能没事干嘛？就一定要有任务，要有动作嘛。那轻骑兵过来也蛮快的啦。是。所以这都是美国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我认为占领的几率还是高，可是一定会有更高的伤亡啊。对。那这里你刚刚讲到那个E3哦。对。E3是。美国在1998年做的最高级的预警机啊，是，当时的价格就将近2亿美金了，一台哦。当时哦，你换算成现在的币值，一艘大概5、6亿美金啊，相当可观的资产。对，这个是有史以来在实战中第一次被击毁的。是。那很多人都在猜了，说伊朗为什么知道
他开出了跑道，他是离开了那个机堡，开出了跑道就被炸了。所以有人认为，可能俄罗斯提供了更好的，就是让他知道他的位置了。对，因为这个是600公里一打就打垮了。对，这是在那个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嘛。那个伊朗本来就可以打得到，可是你怎么知道他刚好在那个位置？就是那个时间点，然后那个位置都要非常清楚。因为他没有飞啊，他停着啊。对你才能对啊，打烂他。所以有人是怀疑有人协助了，某大国协助了这个我就不好说是某东方大国，也有可能是某西方大国了。俄罗斯现在已经表态支持伊朗了，他已经开始军援无人机、粮食还有药品，他已经进场了。所以未来的那个公道伯，恐怕就要靠中国来扮演了。对，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算是一个中立的一个角色。对，因为俄罗斯已经表态了，对，他挺伊朗嘛。来请教将军怎么看空中支援E3预警机被炸成2段？表示说在伊朗在情报的掌握，把这个E3C哨兵式的这个我们叫做的预警机啊，他掌握它动态。那现在很简单啊，转换动态，他只要有人在机场外面望到啊，苏丹王子要预警在那个地方，直接就有经纬度的坐标了。然后这个伊朗一收到，现在这个软体很进步，直接就可以这个导弹也好，还有这个自杀式的无人机就过来了，就越过波斯湾就进入这个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了。所以可能美军在这一方面没有大型的机库跟机堡，还有它的动态被掌握，也造成这一次的这个E3A 的空中预警机被炸毁。然后我们来看了，现在这个伊朗的这个波式攻击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车轮战法，所以它的这个真实承诺已经达到，我判断这个礼拜过完，可能要接近100，这个真实承诺可能打100波次了。那换句话说，我认为它有节奏。伊朗先打这个萨德系统、关通系统、雷达，后来现在的话也把这个E3A 的哨兵式的空军预警机打掉，就打瞎了。所以变成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它的预警的能量就降低，预警的时间就比它短促，也比较这个伊朗的这个地对地的导弹或者是无人机比较能够穿透成功，那造成以色列跟美军这方面战损会加大。那我们现在看呢，这刚才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个 F-18E 这个大防风，超级大防风啊，它在空中，这个就是我们说它是犯了一个战术错误，它现在不适合低空扫荡，它低空在那边机炮攻击，它不要低空机炮，因为低空那个伊朗拿一个人吸式的，这个不用雷达，直接是热感应，红外线追踪出去，它后来是没有直接命中爆炸，它是感应爆炸，它感应一个磁性，嘣爆炸，可能那个 F-18它受到伤，因为感应爆炸，它弹片一出来，1000多个弹片出来，它四面八方散开。所以他没有被打，他没有被打下来，没有直接命中爆炸，他有受伤了，感应爆炸。你看他那个，我们只是看到火光，但他1000多个那个铁弹的弹珠整个散开，而且那个散开的速度是大概4到5倍的音速爆炸那个出来，所以被打到。但是打到的话，只是那个我们讲的1000多颗那个铁弹的弹珠，那个打到那还好，只要不要打到发动机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它非常近，换人家感应命中，感应爆炸。就在旁边，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千钧一发，所以它不适合，它犯了一个战术的错，因为空对地的应用战术，在有这个人吸式短程的防空飞弹的时候，不适合低空扫荡，他就低空拿机炮在那边那个做扫荡，就对他来讲任务是非常危险的。那现在如果川普要去夺伊朗的岛屿的话，不管哈尔克岛或者是荷姆斯海峡这个岛屿的话，那就可能就要。这个伊朗战争可能就由消耗战的模式进入长期作战的模式了，那可能不是那么快就会收手了，因为这个已经就走入持久战了。那伊朗战争短时间没有办法结束，那可能达到4月5月了，因为它进入持久战模式就不一样。我认为它夺荷姆斯海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因为这是战略要域、战略水域，美国就要打通这个荷姆斯海峡，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在这边，然后在洋洞可能在
哈尔克岛，它要有个洋洞，你不是这个主攻在这边，但是你的支作战还有洋洞作战在哪个地方？洋攻，你要有一个洋攻，所以它是这样子。然后至于那个五娘啊，我认为啊，它是因为这个是现在在波斯湾这个美国的5万大军，或者是第30远征军或82空军，这是作战部队，但是不要忘了有作战支援部队，还有作战勤务部队，这个也要上去，不是只作战部队上去，没有你的。后勤是作战支援部队的事情，还有我们讲到的作战勤务部队也要上去，所以这个大军调动不是只是看那5万个打仗的，其他的后勤的调动也是非常频繁。对，美伊战争已经开打到现在超过1个月了，越来越有可能川普会出动地面部队。大家都很喜欢聊这个脱衣舞娘啊，哈，我也表达一点意见啊。就我所知啊，虽然我学哲学的，但我认得军人不少啊。反正大部队要调走的时候，第一件事写遗书了。这个没有例外的了哈，他们都要美国人、大陆的解放军，他们都一样的啊。这个实际上大家可以想象的出来了啊。就反正你要调动，所以这些人的话呢，写了遗书，他们就会把钱花光。反正你出去的话，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嘛。写遗书的感觉对家里，而且那时候封起来，等到你出事再拿给你家里这个地址。所以说大家可以了解到，我昨天看到真实承诺4的86攻击的消息出来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整体的印象当中啊，我发觉啊，伊朗好像越打越顺手啊。他这个昨天的这个86攻击了第5舰队哈，这个第5舰队的总部，第5舰队都不知道被攻击了多少次了哈。然后科威特的美军驻扎的、约旦的美军驻扎的区域的。另外的话呢，同时啊，这个伊朗跟那个真主党啊，一个是从那个黎巴嫩那个伊朗这边的话，同时攻击以色列，哇，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对于这个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大家都非常注意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13的话，空中预警机啊被打下来，就我刚刚看到 BBC 讲说，其他旁边2架的飞机也都受到损害啊。这种预警机的话呢，打到中间段，那个不是单纯的波音707改的而已啊，那上面装了很多很复杂的电子设备啊，否则的话呢，那个飞机哪有这么贵啊？它就是把所有的机器，而且一直不断的更新啊，那更新到现在，虽然从1977年到现在，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但是它其实是很新的，而且空中预警机的话呢，原来就是防止其他飞机被攻击，就自己今天被打成这个样子，那连带当中呢，也足以证明啊，就是我经常坐在我们这个张将军的旁边就了解，就是美国轻敌了。你知道吗？这些飞机都应该放在掩体，把它保护起来，对不对？结果现在没有，完全被攻击了啊！所以说呢，这是另外一个情况。然后呢，伊朗的这个狙击啊，打下美国的 F-18了、F-15了、F-16啊，哇，这个大家印象当中，我们都会觉得说美国的飞机所向无敌，很厉害。现在被打得好像都在点名一样。我觉得里面最惨的就是林肯号航母啊，林肯号航母一开始300公里内的时候啊，就挨了多少颗炸弹都不知道。现在跑到1000多公里以外的话呢，居然跑不掉。我觉得这一次让我感觉到整个这个川普啊，吹了很多牛，到今天还在吹牛啊。我就还好，我们今天没有听到川普说什么。川普讲什么东西的话呢，基本上都不准确。但是真正比较准确的是，我在目前为止，从2月28号到现在。发觉美国的航空母舰好像这次没有发挥很大的效能啊，那么舰载机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出发啊，什么东西的，我是不晓得是伊朗根本不用舰载机，还是舰载机没有办法发挥它应该有的力量。所以我整体来讲，我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首先的话呢，伊朗的背后一定有高人了，否则的话呢，去年6月份的12日战争，打的都不行，那今年的话呢，准的不得了啊。那么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伊朗现在的士气啊。那非常高昂，为什么高昂呢？因为原来唯一的温和派哈梅内伊第一发炸弹就被炸死了啊，接下来换了他儿子上来，那个穆杰塔巴的话呢，都变成激进派。现在伊朗连他们的总统什么外交部的阿拉格齐啊，什么佩泽西奇扬，他们都成了激进派，就没有温和的了。是我们来看看伊朗现在的状况，德黑兰首都这个地方，昨天晚上您看到他接受到大规模的空袭，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是来自于3月29号晚上，伊朗首都德黑兰包括德黑兰在内的10多个地方在10多分钟里头接连遭到2轮大规模的空袭。空袭过后，我们看到德黑兰的一部分地区是断电、是停电的你可以看到，包括在伊朗，尽管它的土地非常的广袤，可是以色列。美军不断的轰炸，你可以想象居民的生活有多么的困难。那伊朗的国家媒体是说，这是以军还有美军袭击了他们的一家石化工厂，
显然是有目的性的石化工厂。好，那伊朗革命卫队是说，他出动了飞弹跟无人机去袭击阿联以及巴林的炼铝厂，一样有目的性的，因为这些设施跟美国的国防生产有关。我先打烂你的这些生产线。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伊朗说，他未来想要做什么事情呢？会打击美国跟以色列相关人员住所有点像是斩首这样子的意味啦他说有一些军事相关的指挥人员呐，还有政治官员呐，他们的住家我们会去实施打击。那另外呢，包括一些学校现在可能也担心受怕一开始是伊朗的一所大学被飞弹袭击，所以伊朗要威胁说你中东地区的美国学校我可能要威胁你要去报复所以呢，现在您看到包括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卡达、科威特，还有约旦等多国的学府，现在是线上教学，因为担心嘛，万一学生在进行教学的时候被飞弹给袭击了，那还得了？以色列当然看到他抵挡很多的这个来自于伊朗的攻击。过去他的铁穹、他的防空系统很好，可是现在看起来有一些地方失灵了。以色列一个工业区被飞弹袭击。失火了这个工业区是以色列最大军工企业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所在地，所以他现在打的都是一些致命的打击军工产业这是导播让我们看的画面，这是以色列南部贝尔谢巴附近的尼奥特霍瓦夫工业区被袭击，现在看起来是起火了，而国会议员也饱受虚惊像是以色列的国会议员在开会的时候，我们看到飞弹来袭了警报响起了。您看到这是耶路撒冷响起了警报声之后，以色列议会的预算会议暂停了，电视直播讯号也紧急中断了所以战争改变了中东地区的这个一般的生活的样貌。这个纽时有一篇文章就在讨论说，奇怪了，以色列这个袭击的这么猛烈，可是伊朗怎么还能够报复的这么的这个持续呢？所以伊朗是进化了吗？纽时说攻击命中率增加超过1倍他发现以色列的防空破绽了吗？我们来看专家怎么分析。他说，伊朗攻击命中率从3月10号以来已经增加超过1倍，似乎是找到以色列防御系统的破绽，也就是向人口密集区发射搭载集束弹头的弹道飞弹，然后在空中引爆，引爆之后就会有很多的小炸弹散布出来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现在是防不胜防我们看到防空系统拦不过来了。过去的一天当中，以色列在伊朗、黎巴嫩和也门3条线上同时遭受到攻击你看到也门这是叛军嘛他攻击以色列，伊朗那不用说，他也是主力攻击，黎巴嫩真主党也对以色列做攻击所以是3方的攻击，饱受攻击。所以你看到以色列有一处村镇被击中你看到画面一些车子都已经被炸烂了。以军承认他的防空系统没有办法拦截飞弹，目前还在调查失败的原因。以色列不停战，我们看到呢，包括川普有可能想要从这个泥淖里面脱身，可是纳坦雅胡不屈不挠一直要这个进攻要打这个伊朗所以你看到呢，就有一个匿名的安全人士报道说，以色列计划在当前战争结束之后，邀请美国在其中把中东地区过去的那些军事基地迁到他们以色列去在以色列建这个新的基地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的盘算吗？包括现在纳坦雅胡他在打仗嘛，所以他需要钱，国防支出创新高我们看到以色列拍板史上最大的预算案，这个总规模高达8506亿新谢克尔，这是以色列的货币的这个称呼那大概是台币8.67兆，这个可以帮助纳坦雅胡政府战避危机这个好多的钱投入进来了。来请教亮哥。我战避危机未必了，因为买不到买不到来不及做。美国怎么给你爱国者飞弹所以现在增加国防预算都没什么用了，包括台湾你都买不到了那以色列这个想法是合理的了因为战后这个战争如果结束你认为那些比较小的国家阿联酋了、巴林科威特、卡达还会让美军
继续维持这么大的空军基地吗？吓死！对不对？卡达是空军嘛，巴林是海军，科威特是陆军。那以色列可能想说，不然都到我这里来好了。那他的国家那么小，这么多美军基地，怎么来啊？不，因为他需要雷达啊，嗯，那美军就会跟他共同作战嘛。我觉得这一次有几个神话都被打破了啦。第一个是美军基地不会被打破的神话，这是美军基地在中东地区，据我了解有31个被摧毁了，至少17个，这个神话已经破了啦。那第二个就是以色列的防空网、铁穹啊等等也破了。对，那为什么会破？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美军基地被破，你的预警时间变少嘛，预警时间甚至有人做过模拟啊，所以以色列的预警时间可能从15分钟变成1分钟，时间缩得非常短。然后加上他用集束炸弹嘛，对，有那么多小的弹。止泻弹啊，所以你防不胜防啊，因为那个有饱和的上限啊，所以以色列这次真的有好几个地方都被真的炸到，而且炸得蛮惨的哦。这个只是伊朗要不要选择以色列人口密集处了，还有关键的民生设施来进行攻击，不然就会有很惨的结果啊。其实我坦白说，我观察这次战争啊，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还有伊朗对美国跟以色列，采取的还算是精准的打击了，所以死亡人数不高，哦，没有像以色列打黎巴嫩这样，以色列打黎巴嫩打3天，死亡就超过1000人，你就知道他那个打法就跟打加沙一样嘛。所以我觉得这次其实战争能不能结束啊，最关键的变数是以色列了，就美国能不能够节制以色列的打击啊？如果说在双方都在谈的途中，以色列突然之间又把那个伊朗议长给杀了，那你认为会怎样？伊朗议长是美国欣赏的人呢，阿拉格奇，其实就是那个现在目前的议长，他是前德黑兰的市长，那也当过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啊，有这么完整的履历的人真的不多啊。如果以色列真的是这样想，就是不要让和谈成功，他搞不好就会出此下策。那这个就是美国要有责任啊，因为给人家感觉就是你约束不了美国始终约束不了以色列，是啊，是啊那，就使得这个战争都不能结束嘛而。且某种程度，以色列也在旁边驱动这场战争。驱动是一回事，你要被说服啊。是啊，可是他制造事件，让本来有机会好好谈的机会都失去了嘛。的确是。来，我们请教将军。这一次那个美国的这个史诗怒吼啊，跟去年6月22号的午夜重锤比起来啊，这次史诗怒吼不如预期，反而去年的午夜重锤啊来得快啊，然后也结束得快。我认为他这一次他最主要没有掌握到3个节奏，第一个不对称的反导，就是我们讲的反弹系统，现在要倍数拦截，他伊朗打一个弹道飞弹，他就要打2到3个去拦截它，那这样都是不对称的。那这个拦截的这个弹道飞弹钱都非常的贵，那弹道飞弹反正发射就发射了，但是派2到3枚很加消耗尽了。他如果是打100枚，你就2到300枚去拦截，一下就消耗光了。所以现在看到他们在缺的是反导的能量，所以很多伊朗的导弹或者是他的无人机都突穿成功，炸到以色列，炸到美军在中东地区，不管是卡达、科威特、巴林、阿联酋，或者是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些美军基地都被打到了。那这样子，反导系统在这方面是有时而穷，没有办法面面俱到。我认为这个史诗怒吼，我认为这一个作战节奏，认为美国可能要重新来做调整。第二个就是说，伊朗的抗干扰能力蛮强的，它这些导弹也好，无人机一般来讲可以电战啊，电战是打仗一定要有电子战，电磁环境下的作战，它抗干扰蛮强的，完全没办法干扰它，它还对着目标就跑去了，它的
无人机见证者136有对的目标就去了，一直干扰它，它不掉下来啊，它要继续朝目标去啊。换句话在这一方面，它的电磁力是很强的，它把这个电磁波干得发热到最强，让其他的电磁波没办法盖台，没办法灌进去。那这样的话，抗干扰能力，打仗打电战呐，干扰能力在这一次作战，我们看出这是第2个特色。第3个，我认为啊，伊朗的这个战场经营，它地下化。孙子兵法讲嘛，要藏于9地之下，它就在地下化。你地上随便炸吧，一定是会炸，地上东西一定会被炸。它地下怎么办？怎么炸？你炸土堆，因为它都利用它的地形，因为伊朗有横亘山脉是高原地带，还有的盆地，它就利用往那个山洞里面就挖山就进去了。那以色列费了9牛2虎之力，美国也费了9牛2虎之力，但是战果有限。这个伊朗的这种波次的真实承诺的报复还是一波接一波。为什么？这个都不在地面上，都在山洞里面。所以伊朗讲了，这个川普说伊朗已经被摧毁了90%，那地面被摧毁90%啊，那可能山洞里面还是100%嘞，都还没有被炸到。所以现在他的这种真实承诺的这个波次的报复，那个也层出不穷啊，对吧？已经80多波次，马上要破90波次了。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以色列跟美国在这一方面的这些驻地，因为伊朗先炸关东系统，先炸萨德系统，他们现在御敌能力已经变弱了，让以色列在这一方面呢，会应接不暇。你看他现在大家的军费，以色列增加他的国防预算了，现在美军也提出要2000亿美元要增加，2000亿美元就是6万亿台币，6万亿台币，你看为了一个战争，6万亿个台币那是不得了的事情。结果现在感觉到这个兵工厂啊，可能还没有办法，因为啊入不敷出，因为弹药的消耗量太大了，短时间做不出来，所以美军也会在这一方面呢伤脑筋，因为往后的对伊朗的这方面的轰炸，可能火力会减弱。是来请教老师。所有的战争当中有3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师出有名啊，第2个的话呢成本要有考量啊，是对不对？然后第3个就是士气要好啊。我觉得的话呢，这个从这个3个角度来讲的话呢，美国现在的态度跟以色列是完全不能比啊。我甚至认为的话呢，以色列的战争目标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国家的安全啊。跟这个伊朗最好能够把伊朗打到这个新石器时代最好了。前阵子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色列攻击了伊朗的这个炼油的设施啊，结果天上下了黑雨啊。那美国的话呢，那个川普还讲说，我要叫以色列你不要打得太凶啊。我跟大家强调啊，这个轰炸来讲啊，有4个单位是不能轰炸的学校、医院和历史建筑物、平民住宅区，以色列都不管了。那现在以色列不管的话，伊朗也不要管了，对不对？你现在炸了德黑兰的科技大学，说里面有人可以浓缩铀，可以发展核子弹大家要知道那个中东那些王子所有知道像什么科威特、沙特什么的，他们都懒得留学他们拿着钱叫美国的好大学，像我们隔壁的耶鲁大学在中东搞不好就有分校他们根本都不用离开家里，在那边读书很多我都不是开玩笑的那突然来通通攻击。那你知道有多少个学校吗？那些土豪王子，他们原来过得很舒服像我们原来留学的时候要忍受那种寂寞，他们没有这个问题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要这个，就是因为你打仗打到现在这个阶段，那以色列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以色列做这种事情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激发这个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敌对势力所以我现在看到美国在中间搞得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话呢，固然有仇但是美国都已经注意到了，就是原则上都不要惹到这些宗教国家。大家不要忘了，以色列也是宗教国家讲到神权政治，我跟你讲以色列的神权政治不见得比伊朗少那个 Rabbi 的话呢，如果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呢他们说他们的包装的很好，但是你基本上的话呢，就是他要用这种拼到底的这种心情，所以他敢这种乱炸对不对？他炸到学校炸到他平民住宅区历史建筑物。伊朗的历史建筑物被炸了很多我到现在没有听到伊朗要炸耶路撒冷或者过2天的逼急的话呢也下来，那这个影响范围太大了。中东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宗教，有宗教跟宗教之间搞成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其实的下场是非常非常惨的，而且尤其是到目前的阶段的话，伊朗现在没有选择了，所以才会出现黎巴嫩真主党加上胡塞武装的叛乱团体。大家记着也门政府是反对胡塞在那边进攻的，还再加上伊朗，3方面都对以色列开炮。是，刚刚老师特别提到了
了这个宗教，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看教宗怎么说啊。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以色列现在多方开战，包括您看到来自也门的胡塞武装无人机已经加入战局了啊，所以无人机不断的去进攻以色列哦，他们把它给拦截了，把它给打下来了。可是啊，你看到像是伊朗的飞弹呐、倾泻而下，真主党的无人机也来哦。好几波攻击啊，所以你看到像是以色列南部的社区，好多的民众啊奔乡逃跑哦。那真主党的无人机在北部的边境哦，这个地方肆虐，引发全国的恐慌跟警报。这里讲的是以色列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局势不断的升级，居民只能不断的涌入避难所，可能一般日常生活里面哦，上学的、上班的，到了一半你就要到避难所里头去了哦。那另外这个画面让很多人也感觉到忧心啊。导播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显示以色列的国防军高山部队现在从叙利亚的黑门山的雪山高地啊，来越境进入黎巴嫩的南部。你现在看到这个山区哦，都还有雪哦，这是以色列北部边境一次罕见而且极具战略意义的行动哦。那一点一点的黑点都是以色列的国防军的军人哦，特种部队的军人，他们要翻过这个高山要干嘛？进入黎巴嫩哦。那黎巴嫩有的是真主党嘛，这是以色列一直不断的说要消灭真主党哈。那真主党的火箭不停，所以纳坦雅胡说我会扩大黎巴嫩南部的安全缓冲区。这个地方他们已经炸了好久了，好几个礼拜了哦，有些平民死亡哦。那当然有很多是无辜的人民哦。这个就是纳坦雅胡说的缓冲区，可是这是另外一个国家哦，大家要注意。联黎部队遭以军破击，大家看一下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这是联合国驻黎巴嫩的临时部队的印尼营部遭到以军炮击。大家要知道联合国有维和部队啊，就是全世界的人这个军人在这里哦。结果一名印尼籍的维和人员当场死亡哦。以色列这么乱炸一通哦，他在3月6号就曾经炮击过这个联黎部队的加纳营总部，那个时候就有人谴责了，有一名加纳籍的维和人员受伤，这一次是出了人命，是印尼籍的维和人员。那另外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国防军还干了什么事呢？他炸死了3名记者，以色列的国防军炸死了黎巴嫩的3名记者，可是他为了要为自己的行为来做辩护，他就说其中一名记者啊，他叫阿里，他的记者的身份是掩护的，他是从事真主党的恐怖活动。可是你知道这个福斯新闻Fox News 他就提出质疑，就说奇怪了，你这个是不是有经过造假？结果他们就承认了，以色列国防军承认他们做了一些更改编辑的照片，就是造假这个照片，让他穿着军服。所以这个是很刻意的、很糟糕的一个事情。教宗怎么说？这是天主教教宗梁14在昨天的主日讲道中，以异常强硬的措辞谴责这场战争。他说，天主拒绝对那些发动战争、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尤其是领导人祈祷。他说，对那些不配怜悯之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他祈求。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伊朗的无人机居然出现在川普的空军1号附近啊！这是攸关美国领导人的安全，所以呢，这个引起了美国国防部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害怕以及警觉北美防空司令部紧急出动 F-16战斗机，在拦截这个飞机的过程中，还发射了干扰弹。虽然事后呢，官员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威胁，可是人们对于空军1号最高级别的安全漏洞还是有一些担忧。而另外，川普他本人的不满意这个民调又创新高，这是来自于福斯新闻，一般认为他是比较偏共和党的这个福斯新闻。他的民调显示，受访者对川普施政不满意度已经来到了59%，将近60%，比起前一年多了8%这是他第2任期以来最高，也超过第1个任期的记录满意率往下掉，跌了8个百分点。而另外我们看到五角大厦过去都会在新的总统或者是总统的任期一开始会发布全球兵力部署评估，可是这一次他迟迟不发布，所以盟友失去了掌握美军动向的依据。我们看到呢 ，Political 报道说这个跟过去的做法差很多啦打破了惯例。
凸显了这一届白宫单打独斗的决策模式，从加勒比海的船只打击行动到对伊朗动武，盟友啊都不知道，国会也都不知悉，只有川普一个人，他做了一个决定。来，请教亮哥。我觉得这一次先斩后奏的状况，美国跟以色列都差不多了，以色列是更过分啊，所以美国不止国会觉得没有被咨询，盟友也没有被咨询啊。对啊，我讲的是北约还有海湾国家啊，所以他们到最后当然就会相当火大嘛，尤其是海湾国家，他变成是被打击的对象，那世界都不知道啊。尤其是卡达，就是以色列去炸伊朗的 LNG 田啊，隔天他也被炸。对，我觉得以色列是最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在办事的啦。所以川普的民调为什么会跌？因为连川普的原来的 MAGA 的支持者都认为这个战争是以色列优先的战争，不一定是美国优先，不是美国优先。对。所以为什么会有民调？其实福斯这个民调还偏高啊，偏高啊。我看过一个民调，川普的民调只有34，哦，满意度只有34。对，那这边还有41。那 MAGA 的选民有79%，希望不要地面作战，结果还是打。所以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啊，就到最后战争机器有自己的逻辑在动了。是。像那个川普现在换了那个副总统去当谈判代表嘛，那范斯就说希望2周到4周可以结束。我们从来没有想要待在伊朗1年，更不要说2年。他好像就反对，从头到尾。我跟你讲这种话是，川普绝对没有想要在这里待到1个月啊。他根本没想到会延。所以我才跟你讲说，这个不是你这个主观意志可以转移的啦。是，因为你变成是，你总不能够溃散败逃吧？那面子都撑不住，那你年底就完蛋了嘛。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他低估对手了，是，高估自己了。那以色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以色列已经打完了，他已经赢了。以色列能够打这样就不错了。他已经把伊朗打得至少3年内没有能力再攻击以色列了嘛，然后又扩张领土，占领了黎巴嫩、黎南，我觉得以色列是顺利达成目标，可是美国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他不是要石油吗？那是不可能的嘛，你连赫姆兹海峡都被人家夺走了，你怎么可能掌握石油啊？我觉得美国这次是冤大头了，越来越明显啊，越来越明显。所以美国国内，实际上包括军情界，对川普的批评是越来越公开啊。是，连那个海格塞斯，五角大厦内部做民调，五角大厦的非军职人员做民调，认为海格塞斯是不是有助于鼓舞人心啊？只有9%。完全失败的一个国防部长，真的还是回去当他的名嘴吧。我认为他搞不好会被民主党抓来就责啊，可能就是海格塞斯。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将军帮我们分析一下现在战场上面的情况。我认为以色列他是为了战果而少了自我克制，所以他才会犯下一些作战的错误。比如说他的火炮啊打到那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打伤了又不打死了。你就联合国压力会来，其他国家会来。你说印尼会不会站出来？当然站出来。印尼也是回教国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是印尼。那这样的话，以色列面对的不是他只是国内的压力，还面对国际的压力。他为了战果嘛，他就不会说很多事情呢做得很细。他又狙杀了那个记者，那3个记者。你这3个记者，人家会讲说，你这记者要狙杀，可能这个以色列在这一方面呢，他就没有那么细的去蠢度作战的得失，反正做的就是了嘛，做的是。但是问题是后续的效应可以弥补吗？搞不好因为作战呢，
结果这个小小的一个战事得了一些成果，但是问题是所酿成的副作用。那世界记者协会人家会出来抗议啊！你这么杀记者，这个世界的马上会给以色列压力，那以色列会面临四面八方来自于国际的压力。对，这种以色列他已经够孤独了，他在中东地区孤独，他又在世界上孤独，那他就更孤独，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美国挺他，美国挺他，但是这样的，以色列玩大了，对长久来看呢，对以色列也不好。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他现在三面开战，北边打黎巴嫩真主党，南边的话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出来，然后东边的这个伊朗也过来，或者变成对以色列实施向心攻击，以色列变成三面作战呢。那三面作战压力大不大？当然大。我认为不是说，当然以色列他可以撑下去，他没有问题，我认为。但是问题是他在消耗他的国力，还有他国际的信用状，这是国际的信用也在消耗啊。那多少个时间才能够弥补？第二个，我认为啊，他没有美国也没办法打通这个我们讲的荷姆斯海峡，那没办法打通荷姆斯海峡。这个能源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而且现在炼油厂啊，还有这些油井啊，都有局部被摧毁，然后这个要复原啊，没有2-3个月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造成这个能源危机会造成世界上对以色列的压力也会来。那在这个状况，我认为啊，以色列会陷入战争困境，但没有问题，以色列也可以打下去，以色列也会到最后面，他也不会输，有美国在后面挺也不会输。但是问题是，他陷入战争困境之后，以色列是不是以后还要活下去、发展下去，在中东地区跟大家互动下去？当然要啊，但是问题是这一阵子的这负能量会造成以色列重大的负担。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好，我们请岳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战争上面的状况。我首先呢要强调，就是说这个真主党叫赫兹布拉哈，他们的位置，他这个真主党很特别，他不但支持伊朗啊，他还是这个黎巴嫩里面正式的一个政党啊，他的兵力非常强大，而且是唯一跟以色列打过平手。止战哦，就是这个真主党啊。现在真主党的话呢，前一阵子我们听到消息，以色列最后把它平掉了，就真主党那边都是有那个 BB 机炸死好多人什么的，现在突然搞得很厉害起来了，所以以色列非常火大，非常把搞得你死为止。那以色列的话，以曾经用 BB 机啊，现在暗杀人的话呢，我觉得以色列的话呢，他那个宣传很厉害，他的宣传厉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这个把人家这个暗杀掉啊，把人家骗杀掉啊什么的。这其实都是很不道德的行为，结果不要说媒体怎么宣传的，感觉上大家都每个人都说摩萨德好厉害，好厉害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搞出来这个摩萨德把这个人家那个记者干掉，一次干掉3个。你要知道啊，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福斯新闻提出质疑啊，美国的福斯新闻是最支持右派的，对啊，他们都觉得这个有点不对劲啊，对，这是表示这个摩萨德是啊阴沟里翻船了，对不对？那另外的话，我觉得很奇怪，你这个消息，我觉得。说伊朗无人机惊现川普空军1号附近，我想了个半天，我想只有一个理由啊，就是伊朗当时啊留美的人数非常多啊，那这些陆陆续续都像台湾人一样，都变成美国人以后啊，就是伊朗搞的无人机就弄到空军1号旁边，否则的话呢，伊朗无人机怎么可能飞到这里空军1号旁边？这还得了啊？这是什么事情啊？